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台湾的女作家，叫林奕含。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真的很年轻，因为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她的26岁。我说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聊一聊她，那为什么我到今天才说呢？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故事。那我也一直在想，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题目、什么样的图片来作为我这一期视频的封面。也许我可以用一个美女作家之死，或者是被性侵、被诱奸这样的字眼，来提高我视频的点击率。但是我真的不忍心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林奕含和她的故事不应该成为被消费的话题。在这里被消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有一点点难理解。那如果我说林奕含被消费了，那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林奕含或者是她的故事。那它不应该成为被消费的话题，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利用它或者它的故事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比如说提高自己视频的点击率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呢，我只用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封面作为我视频的封面。那如果你点击进来的话呢，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2017年4月，林奕含在台北的家中，因为抑郁症上吊自杀身亡。又是抑郁症。在很早之前呢，我有做过一期视频，是关于我身边的遇到的一些抑郁症的朋友。那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的话呢，可以点击上面的视频去看一下。那当我听到林奕含自杀身亡的消息的时候呢，我真的很震惊。但是林奕含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那为什么我会很震惊呢？是因为就在他自杀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了他的一个访谈。他在2017年初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也是他人生最后一篇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个访谈呢，也是关于他的这本新书的。当时我在看视频的时候呢，我就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女孩子，这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有着很深刻的思想，但是呢，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我们先来说一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打开小说的第一页，你就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当我们看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是一本非常轻松的书，讲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初恋。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整本书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压抑。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故事的话，那就是一个13岁的美丽少女被一个50岁的老师诱奸，侵犯整整5年，最后精神崩溃的故事。诱奸和强奸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诱奸就是用金钱或者物质
或者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来引诱女性和其发生性行为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称为诱奸。那强奸呢，就是用暴力的手段在违背女性意志的前提下和其发生性关系的这样一个行为。那诱奸在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女性是表示同意的，至少呢是没有反抗的。那但是因为诱奸它的原因是在于是用了一种欺骗的手段而达成的，那在本质上讲呢，其实也是违背女性意愿的。在小说中，房思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女，而李国华呢是她的补习班老师。李国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文学修养非常高的男人，那他呢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有女儿。李国华的女儿只比房思琪小2岁而已。那李国华利用补习班老师这样一个职务的便利，利用房思琪对自己的崇拜，诱使当时只有13岁的房思琪和自己发生了性关系。当然，李国华不仅仅只有房思琪这样一个女孩子，在补习班中还有其他的女孩子跟房思琪有着相同的遭遇。房思琪觉得这样的关系很脏，但是她太小了，她也太害怕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反抗。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压抑，我也不止一次的问，房思琪，你为什么不反抗呢？对呀，为什么不反抗呢？这也是很多人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发出的一个疑问。那甚至于有些人还会觉得，也许这些女孩子是愿意的。如果他们真的不愿意，他们一定会反抗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一般会有2种反应。第一种呢就是战斗，第二种就是逃跑。那还有第3种反应经常被人忽略，我们把它叫做冻结。冻结呢就是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静止，就是没有办法，身体无法移动，或者没有办法做出反应来应对这种危险。那我觉得当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女孩子遇到这么一件大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的反应就是冻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件事情。在小说当中呢，房思琪太痛苦了，于是她告诉自己，她爱上了这个老师，这其实呢是对她遭遇的一种合理化。他骗自己说他爱上了这个老师，是因为爱而跟老师发生性关系，并不是自己被侵犯了。那我觉得这样一种自我欺骗呢，也是减轻痛苦的一种方式。小说出版以后呢，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就在小说出版后的2个月，林奕含在家中自杀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林奕含是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但是后来林奕含的父母跟媒体说，林奕含的抑郁症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好转，原因呢是因为她一直都没有办法走出高中时候被补习班老师性侵的阴影。原来那本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小说，说的是作者自己的故事。林奕含在被采访的时候呢，她曾经说过，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希望世上再没有房思琪。好了，今天的视频录的也有一点压抑。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内容的话呢，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定期更新我的视频，帮助你们学习中文。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